这是2022年的伪纪录片神作，全程采用第一视角，让人身临其境。有恐怖片爱好者说，它比昆池岩更吓人、更好看。它就是最后的影像。害怕的妹妹啊，快叫上你们的哥哥来看恐怖片了啊！注意，不要贴贴。1986年，美国有一家令人闻风丧胆的医院，凡是被送进这家医院的病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院。后来，警方在这所医院的墙缝里挖出了2000多具尸体，此后这家医院就被废弃了。人们便传说医院里有可怕的吊狗。后来也有大胆的探险者试图进去拍摄视频，然而只要进去的人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这更让医院彻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鬼宅。但最近有个耳聋的老太太，每晚3点都能准时听到废弃的医院内传出可怕的叫声，那声音很明显它不是人类的呀。警方接到报案后，立刻派出2名警探前去医院调查真相。他们还特意选在半夜3点半进去，这人要死啊，那真是耶稣也拦不住啊！为了尽快找到诡异声音的源头，他们还选择分头行动。殊不知这吊狗就爱找孤独的人类。果然，只见警察怂哥突然发现了一个像棺材一样的神秘盒子，就在他要打开时，他身后的大门突然砰的一下自动关闭了。怂哥的队友射手哥闻声赶来，可下一秒一个头颅竟然滚到了射手哥面前。我尼玛，这不怂哥的吗？吓得射手哥赶紧逃跑啊！但诡异的是，前方竟然又传来了怂哥凄惨的喊叫声。仗义的射手哥准备立刻前去营救，然而此时四周突然传来剧烈的敲打声，下一秒射手哥一声惨叫，被神秘力量打倒在地。好不容易撑到了天亮，射手哥逃了出去，但此后却变得疯疯癫癫，仿佛被邪恶力量控制了。而怂哥也从此人间蒸发，不知死活了。可当天，怂哥的妻子怂铁为了查找怂哥失踪的真相，上门找到了射手哥。此时疯癫的射手哥只一个劲儿的嘟囔着：“有叫叫。”下一秒，他居然把枪对准了怂姐身后，好像那里藏着十分可怕的东西。怂姐被吓得只能暂时离开。可第二天，怂姐竟然又来了，但这次他看到的只有射手哥的尸体。射手哥居然莫名其妙的自杀了。射手哥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只用鲜血画成的眼睛。射手哥的死就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一样，可眨眼的功夫，眼睛符号居然全部凭空消失了。吓得怂姐赶紧转身离开。不过他顺手取走了一卷录音带和怂哥消失那晚用过的对讲机。可当怂姐播放录音带时，里面竟然传来女人刺耳的笑声，还有男人的尖叫声。这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吗？听得怂姐浑身刺挠，她一把将录音机摔在地上，可这一摔却摔出了一个意外惊喜啊！只见女人发现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电话。等怂姐拨通时，对方却自称在警局工作，这难不成是诈骗电话吗？可对方接下来却表示，他看过怂姐丈夫的执法录像，那画面简直难以启齿啊！但奇怪的是，警方高层却删除了那些录像，就像是在毁灭一些证据。不过这些录像却都被这个陌生人偷偷保存了下来。怂姐此时正在寻找丈夫失踪的原因，她非常需要这些录像，她立刻花高价从对方手里买下了这些独家录像。可当怂姐查看录像时，却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：她的丈夫在失踪前半个月，竟然就已经被邪恶力量纠缠。原来就在7天前，警察怂哥突然接到一个女人的报案，女人声称她的丈夫要杀她。可等怂哥赶到之后，却看到了一具被白布包裹的尸体。难道是报警的女人已经被杀了吗？可下一秒，一个人影突然一闪而过，怂哥赶紧去追，竟然是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面对怂哥的追捕，女人不仅丝毫不害怕，竟然还像疯了一样猛地扑向怂哥。吓得怂哥赶紧呼叫支援，可还没等怂哥逃跑呢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男人突然冲出来拦住了怂哥，对方手里还拿着大砍刀。怂哥差点吓死，可爱拼才会赢啊！双方直接开干，怂哥凭借着惊人的战斗力一枪打死了男人。等他逃出屋外时，却发现刚才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此时竟然被绑在一个祭坛上，女人身后出现了一只用鲜血素描的眼睛符号。就他妈的，这个符号咋越看越眼熟啊！之前死去的射手哥家里也曾出现过这个符号。看到这里，怂姐立刻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他赶紧通过这个符号找到了当地最厉害的巫师。但巧合的是，这个巫师跟刚刚录像里死去的男人竟然是亲兄弟。原来这俩兄弟天生就自带驱魔基因，可死去的男人却选择修炼黑暗魔法，而巫师选择了巴啦啦魔法。但黑暗魔法最容易招惹吊吊，所以那个男人才会被吊吊控制，要杀害他的妻子。巫师表示，那个血色眼睛符号其实是吊吊的象征。吊吊专门以吸食人类鲜血为生，但占有欲强的吊吊每吸食完一个人的血，就会在那个人的身上画上眼睛标记。但是吊吊最喜欢 O 型血，一旦遇到他就会把那个人圈养起来。那看这个情况拥有 O 型血的怂哥八成
是遇到调调了，松哥指定是已经凉透了。于是善良的白羊座巫师为了帮助松姐，他准备为松哥做一场法事超度松哥。巫师让松姐先回去，拿来松哥的臭袜子才能进行超度。临走之前，巫师交给松姐一卷古老的录像带，里边有关于调调的个人资料，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就在松姐观看录像时，果然发现了调调的弱点，调调竟然怕死，这可真是大发现呢。可是下一秒，录像带突然开始闪屏，紧接着调调居然出现在了屏幕上。驱魔技术哪家强？最后还得看白羊。只见白羊座巫师拿着大锤在咚咚咚当场敲出了一首单身情歌，可紧接着对讲机中竟然传来了松哥的声音。这松哥不是死了吗？吓得松姐赶紧拿起对讲机，老公我在呢。殊不知这一声回应直接惹来了一个大祸害。只见屋内的灯光突然熄灭，黑暗里出现了一只调调。就在这时，巫师突然像死了一般，下一秒又惊恐的张大嘴巴，一只手指竟然从巫师的嘴里伸了出来。仗义的松姐立马开车逃跑，没想到刚开车竟然遇上了巫师。这巫师难不成会瞬移不成？刚才还被调调缠身呢，但松姐来不及多想他准备带上巫师一起逃。然而巫师却仿佛中了邪一般，根本听不到松姐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苍白的鬼手突然摁在了松姐的脸上，想把松姐闷死。但松姐还是凭借着主角光环成功逃回了家里。可她却像着魔了一样，疯狂地按动着对讲机，不停地喊着松哥的名字。松姐相信松哥还活着，可对讲机那头根本没有任何回应。思念丈夫的松姐当下决定亲自去一趟那栋鬼宅，去寻找松哥失踪的原因。可当她刚走进鬼宅的大门，地上竟然凭空出现了一排矿泉水瓶，似乎是在刻意给松姐引路。松姐赶紧顺着瓶子走进了一个神秘的房间，这里摆满了老旧的录像带。诡异的是，其中一盒录像带上面竟然写着松姐的名字。紧接着，屋内传来女人的狂笑声，很明显这是调调开始动手了。更不幸的是，凌晨3点的钟声突然响起，调调都是这个点准时出现的。松姐激动的赶紧拿出对讲机，不停的呼喊松哥的名字，试图换来松哥的口吻。这一次，松哥竟然回应了，可松哥的声音却从鬼宅的另一头传来。兴奋的松姐立刻循声找去，不料对面突然滚过来一颗人头，紧接着松哥的队友射手哥竟然出现了。这射手哥不是已经自杀了吗？松姐愣在了原地，然而射手哥却似乎看不到松姐，只是大喊着跑向远方。这一幕不正是当初松哥消失的场景吗？吓得松姐赶紧跟上射手哥，终于找到了松哥。但松哥此时仿佛中邪了一般，嘴里不停地发出惨叫声，还害怕的浑身颤抖。经过松姐的安慰之后，松哥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可他第一时间就是让松姐赶紧离开这里，越远越好，否则小命不保。但来不及了，只听一声嘎嘎嘎的声音突然传来，不好，是调调来了。但此时松哥竟然瞬间消失了。松姐赶紧寻找，但等她找到松哥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调调已经吸干了松哥的鲜血，害怕的松姐转身就逃，但调调紧追不舍。下一秒，调调突然在松姐背后直接将松姐拖入了黑暗之中。从此以后松姐就跟当初的松哥一样，彻底人间蒸发了。后来有人经过这栋鬼宅，竟然拍到了松姐站在窗边。看来松姐也被调调永远困在了这里调调之所以不杀他，是因为调调要靠吸食人血为生，就像当初他不杀松哥一个道理。没想到松姐的到来让调调找到了替代品，他杀了松哥，改成圈养松姐，因为松姐同样拥有 O 型血。看来了解自己的血型还是很重要的，只是松姐估计到死也不知道，正是她的到来才害死了松哥。但松姐对松哥的爱，那真的是不容置疑Goodbye, everyone.